以经常坐着不动的人很容易胖肚子，腰上赘肉越来越多。其实肚子赘肉是很难减掉的，不过大家呢可以实施下面这个小动作。平躺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双腿屈膝，脚掌踩在地面上，双手交叉向上伸直，然后用力的抬起头部，要用腰部的力量，注意腹部要向内收紧。这样反复练习5到10分钟，可以睡觉前做。那这个动作能锻炼腰腹肌肉，加快新陈代谢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燃烧脂肪也有帮助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减肚子效果非常好。肚子上赘肉多不仅不好看，而且对健康也有很大危害，所以要及时的进行调理。除了这个动作呢，也可以常喝冬瓜荷叶茶。冬瓜荷叶茶有利尿祛湿、刮油燃脂的功效，每天坚持喝，对减肥瘦身也有帮助。然后再配合上面这个小动作，瘦肚子效果会加倍。话说，免疫力是人体最好的医生，如果免疫力低，身体就容易生病。所以呀，保护好人体免疫力很重要。但我们生活中呢，有一些习惯在无形中却破坏了免疫力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。第一个，不喜欢喝水。我们身体里一大部分都是水，如果水分占比低的话，那么免疫力也会降低，所以不喜欢喝水容易降低免疫力。第二个，缺乏运动。运动能增强免疫力，大家都知道，但如果长时间缺乏运动，身体呢也会生锈，抵抗力也会下降。第三个，睡眠不足。睡眠是身体免疫力的最佳修复时间，如果睡眠不足，错过修复时间，就可能会使免疫力下降。那免疫力低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就是做踮脚的动作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抬起脚后跟，然后再落下，这样每天做10分钟。这样踮脚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回流，加快血液循环，有增强体质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哦。人过半百是健康的转折点，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这时会有3道寿命坎，若你跨过去，或许会迎来长寿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第一个坎儿，关节病。当人过了50岁后，骨骼中的钙质会逐渐流失，这时很容易使人出现骨质疏松、关节炎、风湿病等，对寿命大打折扣。所以50岁后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多运动，这样关节健康，人也容易长寿。第二个坎儿，血管疾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血管会老化变硬，这时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，尤其50岁以后，更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，对长寿有很大影响。若50岁后血管还非常健康的话，那么长寿也会跟随你。第三个坎儿，肠胃疾病。年纪大了，肠胃功能也会逐渐下降，如果再不注意饮食，很容易出现肠胃疾病，危害身体健康。所以50岁后要养护好胃部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多注意补充营养，肠胃健康，人才能长寿。所以当然过了50岁后，一定要多注意保养自己，多补充营养，适量运动，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一个良好的心态，有助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男女这个地方颜色越深，说明血管堵得越严重，要引起重视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舌头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。正常情况下，健康的舌头应该是粉色，没有异常斑点的。但如果舌头上出现瘀斑或者是呈暗紫色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管淤血导致血液中的含氧量逐渐降低所引起的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同时还有心慌气短、失眠多梦、头晕、头痛等症状，可能就暗示你血管堵塞了。而且舌头的颜色越深，也就可能血管堵得越厉害。如果再不注意，很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对身体造成很严重的伤害。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，如果发现舌头颜色变深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。平时想要预防血管堵塞，也要注意饮食，以清淡为主，戒烟戒酒，没事多运动，这样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话说呀，男人干净就强壮，女人干净就漂亮，所以呢，平时养肝是必不可少的。大家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哦。那吃什么好呢？下面木子就给大家推荐2种吧。第一种，菠菜。菠菜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，那经常吃可以促进肝气循环，舒缓肝郁，还能够帮助保护视力，建议大家可以做成菠菜汤哦。第二种，西红柿。
西红柿中含有丰富的果糖、葡萄糖以及维生素，有助肝脏解毒，对保护肝脏有很好的作用。所以爱吃西红柿的人，肝脏也会感激你哦。那想要肝脏好呀，还要有规律的作息，不熬夜，心态好一点，比啥都强。我们都知道，很多男性在同房前都要洗一个澡，而有些人在同房后也会洗澡。那么男人结束后多长时间洗澡比较好呢？如果同房后立即洗澡，很可能会给心脏加重负担，引起心慌、胸闷、气喘等症状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男性朋友结束后休息一段时间，等心情平复，身上的汗退去了，这时再洗澡会更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点需要注意：事后抽烟。很多人在事后会点一根烟来抽，认为这样可以缓解疲劳，让精神状态更好，却不知道同房后大脑是处于兴奋状态的，身上的血液循环和心跳也比较快。这时如果吸烟，对身体的刺激和伤害是非常大的，所以男性朋友要注意，事后马上上厕所。很多男性在结束后会马上去小便，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很容易给前列腺造成伤害。建议男性朋友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厕所会比较好。旺盛大多有3个表现，若你都有，阳刚之气足。1. 手脚温暖。很多男性会发现自己的手脚温度比较高，即使冬天很冷，手脚也总是温暖的。其实这是体内雄激素旺盛的一种表现，若你也是，那就恭喜了。2. 体毛旺盛。男性朋友如果雄激素分泌旺盛的话，那么身体的体毛就会长得比较旺盛，并且生长速度也会快一些。若你符合的话，说明阳刚之气充足哦。3. 精力充沛。有些男性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，其实这可能和雄激素分泌有关。那一般雄激素旺盛的男性都是精力充沛，充满男人味的。如果你也是，说明雄激素很旺盛哦。大家都知道，前列腺问题呢，一直都是男人的难言之隐。尤其男人过了40岁，如果不注意保养的话，前列腺呢就很容易出问题。特别是那些久坐不动的人。其实呢，想要前列腺健康，坐姿也是很重要的。那什么样的坐姿比较健康呢？建议男性朋友坐的时候，最好把重心放在左右臀部，这样左右来回的做。如果能长期坚持这样做的话，可以避免前列腺受到压迫，对前列腺健康是有帮助的。那最后建议大家不要长期久坐不动，适当的活动活动。平时工作的时候呢，多喝些水，这些都对前列腺健康有帮助。人老脚先衰，养生先养脚。其实，在我们脚上有个长寿穴，每天按一按，可以达到养生防病的作用。这个养生穴位就是涌泉穴。涌泉穴在我们脚底，找穴位时将脚蜷起来，脚前面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，是足少阳肾经的穴位。我们按摩这里时，可以每天睡前洗完脚，坐在床上，将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上，脚心朝上，然后用拇指的指腹进行搓揉。稍微的用些力气，这样反复的按摩3到5分钟，直到脚心发热为止。也可以用我们的大鱼际处进行搓摩，经常这样刺激涌泉穴，可以帮助疏通血脉，保护心血管，而且还有调控血压的作用，能够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快，对排毒有帮助。如果能坚持按摩，还能够改善睡眠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养生用，大家不妨试一试吧。烟对身体有很大危害，很多人也是意识到了这点，所以下定决心要戒烟。其实戒烟最难熬的有3个时间段，若能扛过去，或许戒烟就算成功了。第一个，戒烟7天之后。很多烟民戒烟7天之后，由于是刚刚戒烟，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，比如失眠、食欲不好、浑身难受等。其实这个时间段也是最难熬的，很容易让人前功尽弃。如果这时再重新吸烟，会对肺部造成更严重的伤害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忍住。第二个，戒烟3周之后。如果戒烟到了第3周，已经熬过最难熬的7天之后，这时身上不适的症状就不会很明显了，对香烟的依赖性也会逐渐消失。这时也一定要忍住，不要放弃。第3个，戒烟1年之后，熬过了上面这2个时间，戒烟1年之后，基本上也就算戒烟成功了。只要不重新吸烟，
这个时候我们的肺部会慢慢的变好，对身体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戒烟是难熬的，所以大家最好坚持。若能熬过上面这3个时间，那么你就能成功了。戒烟的时候，大家还要注意离吸烟的人远一点。如果非常想抽烟的时候，可以找一些食物来代替，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，这样对戒烟有帮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